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又到了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，您吃了吗？吃剩下的荔枝皮可不要再扔掉了。荔枝皮比荔枝还要可贵，放在锅中煮一煮，作用拿钱都难卖，可惜太少人知道了，赶紧跟着视频了解一下吧。荔枝虽然好吃，但有时呢觉得太难剥壳了，有指甲的还好点，可以用指甲掐个口子，然后呢就可以把荔枝剥好了。但是没指甲的就难了，费半天的劲还剥不开一个荔枝，最后剥的荔枝果肉都烂了，不仅流水，剥得手都疼。虽然满足了口腹之欲，但是手黏糊糊的特烦人。这里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个剥荔枝壳的小妙招，2秒钟就可以剥一个荔枝，1分钟剥30个不在话下，而且个个光滑又完整。首先，我们先找到荔枝上面的小机关，这个小机关其实挺明显的，你拿起荔枝转一圈，就会看到上面有一条线，也就是一条明显的纹路。我们呢可以用手在这条纹路的两旁捏一下，就会发现荔枝外壳被轻松的捏开了，不仅不用力，里面的果肉呢也不会破损，荔枝的外壳轻轻松松的就被剥开了，并且也不用担心汁水四溅，手指也不会疼。我刚学会的时候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，兴奋极了，屡试不爽。您学会了吗？那么这些剩下的荔枝皮究竟有什么妙用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我们先将荔枝皮放入盆中，再往里边呢加入1-2勺的食用盐，少许的面粉，再加入一些可食用小苏打，加入多一些的清水没过荔枝皮。现在我们下手将其搅拌溶解后，把荔枝皮浸泡个10分钟。荔枝皮的表面呢会有很多的农药和脏东西，并且呢还会藏着虫卵，所以我们需要先将其清洗干净，才方便后续的操作。时间到了之后，我们再下手把荔枝皮搓洗干净。之所以往里边加入小苏打，因为小苏打是碱性的，而大多数农药呢是呈酸性的，能去除酸性的农药。这样碱性的小苏打和酸性的农药一起反应，就能将荔枝壳表面的农药去除干净了。而食盐具有杀菌作用，加入食盐一并搓洗，具有杀菌消毒的作用。我们都知道，荔枝壳表面呢是凹凸不平的，所以单纯浸泡软化还不一定完全能清洗掉。所以搓洗的时候呢，我们还需要加入面粉一起搓洗，因为面粉有很好的吸附力，加入面粉一起搓洗，就可以利用面粉的粘附性将脏东西吸附下来，能让荔枝的表皮干净还卫生。用这样的清洗方法之后，就能够放心的使用荔枝壳了。好了，换水多清洗几遍，把面粉搓洗掉，一直淘洗到水变得清澈呢就可以了。洗干净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入锅中，再加入多一些的清水，尽可能的多，没过食材。然后盖上盖子，大火煮开。水煮沸以后转中火，再熬煮15分钟左右，慢慢熬煮，把荔枝壳里边的营养全部稀释出来。时间到了，看看荔枝壳水颜色变为茶色，也就是水的颜色变深时，说明煮好了，荔枝皮的营养也就完全释放出来了。现在就可以将其盛出来，装入杯中。然后我们来跟大家讲讲荔枝皮的第一个妙用。这里可以喝原味的，也可以往里边呢加入少许的冰糖，用来缓解其苦涩味哦。
晾到不烫时呢就可以喝啦。那么有什么作用呢？中医认为荔枝性甘温，具有补气养精、散寒行气的作用。阴虚体质的人，特别是患有慢性扁桃体炎、咽喉炎的人，多吃荔枝就会加重虚火，故民间有一颗荔枝三把火的说法。但其晶莹剔透的果肉叫人垂涎欲滴，香气四溢的味道叫人齿颊生香，清爽滑嫩的口感叫人流连忘返。所以一不注意呢就容易吃多了，然后呢就会导致出现上火的症状。但好在天公造物，很多食物呢都属于寒热平衡，即性质平和。就如大家所熟知的生姜，姜肉成热性，而姜皮成凉性。就说荔枝是热性食品，而荔枝壳呢却是降火的好食材，是寒性的。两者搭配就会中和荔枝的热性。用荔枝壳来煮水喝的话，还能为人体补充一定的水分。因此，对于一些体内火气较大、经常口干口渴的朋友来说，可以在生活中适当的喝一些，来起到生津止渴的作用哦。与荔枝肉不同的是，荔枝壳的性质是偏凉性的。荔枝皮对人体的消化不良呢，还有很好的缓解功效。它能加快肠胃蠕动，促进大便的生成和排出。所以，有需要的朋友不妨试试。妙用2，我们准备一个小喷瓶，将荔枝皮水倒入喷瓶里边，那么就可以用它来缓解被蚊虫叮咬过后的症状了。每年的6月到9月是隐翅虫活跃的时期，这时正逢夏季，大家穿着较少，皮肤暴露位置较多，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中招的风险。除了隐翅虫之外，螨虫、蚊子、跳蚤等节肢动物、昆虫纲中的虫类呢，都会引起虫咬性皮炎。而荔枝皮水呢，它具有消肿止痛的功效。要是被蚊子叮咬了，也是可以用荔枝皮水擦拭的，喷一喷，擦一擦，这样效果也是很好了。妙用3，夏季是花友们最头疼的季节。夏季高温时，一些花卉呢很容易出现黄叶或者是烂根现象，大家都想尽各种办法呢来拯救花卉植物。其实生活中很多垃圾都可以用来养花，比如说荔枝皮。我们将煮好的荔枝皮水装入瓶中，发酵2个月。发酵完成后，液体就可以用来浇花了，但要与清水稀释过，比例是1:10。1个月给花卉浇2到3次即可，供给花卉充足的养分，促使花卉呼呼呼长不停，不烂根不长虫，效果不错。另一种方法就是直接将晒干的荔枝壳混土做底肥，荔枝皮疏松又透气，放到花盆中，根系生长会更好，不容易烂根。缓慢分解后还可以变成肥料，被花虫吸收利用，可以促进花草的生长。妙用4，我们将荔枝皮倒入盆中，可以用荔枝皮来擦洗身体。荔枝壳煮水对湿疹有一定的治疗效果。夏天湿气重，人们也容易得湿疹，这时不妨用荔枝壳煮水擦一擦。纲目记载荔枝壳痘疮初发不爽快，煎汤饮之，又解荔枝热，浸水饮。另外，广西中药志记载荔枝壳洗湿疹。由此可见，在传统中医中都有用荔枝壳煮水治疗湿疹的经验。如果家里有人身上起了湿疹，可以将熬制好的荔枝壳水呢涂抹在湿疹处，很快就会恢复。荔枝壳性凉，能够针对患处皮肤起到很好的消炎作用。有湿疹的朋友不妨尝试一下，简单又安全哦。没想到被我们随手丢弃的荔枝皮还有如此多的妙用吧？以后再吃荔枝，荔枝皮一定不要再倒掉了，记得留着用哦。
就是晒干后呢，也会有大用处的。中医讲究什么东西都要适度，不多不少，美味不可多食。适量的荔枝对每个人呢都是适应的，荔枝可以当做食疗品以滋补身体，只要把握用量，不妨当作滋养强壮补益品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如果您看了觉得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